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的给我一个 like。枸杞是茄科枸杞属植物，枸杞是商品枸杞子、宁夏枸杞、中华枸杞等枸杞属物种的统称。人们日常食用和药用的枸杞子多为宁夏枸杞的果实，且宁夏枸杞是唯一载入2010年版中国药典的品种，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有种植。宁夏枸杞在中国栽培面积最大，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北地区，其他地区常见的品种为中华枸杞及其变种宁夏中宁枸杞。如果枸杞指的是商品枸杞子，则基本是指来源宁夏枸杞的干燥成熟果实。如果枸杞指的是除西北以外地区的野生枸杞植物，则基本是植物枸杞或者北方枸杞。枸杞是一种名贵的中药，在我国有着悠久的食用历史。在《神农本草经》中就把枸杞列为养生上品。枸杞的食用方法也很多，可以泡水、煮粥、煲汤等，其中最简单的吃法就是用枸杞来泡水喝。枸杞泡水喝可以抗衰老、滋阴补肾、提高免疫力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手脚冰凉的情况。那么泡枸杞时应该怎么泡才正确呢？泡枸杞时直接加水泡就废了。教你正确做法，枸杞营养不流失。很多人都有喝枸杞水的习惯，不少人在泡枸杞水的时候存在一个误区，认为泡枸杞和泡茶叶一样，应该用滚烫的开水直接冲泡。其实这样做是错误的，因为枸杞中有着许多独特的营养成分，如玉米黄质等。如果直接用80度或90度的开水冲泡，这些珍贵的营养会被烫伤致死，造成营养损失或损害。用这种方式浸泡用枸杞水之后，我们的身体根本不能吸收适当的营养，也不能起到补血益气的作用。这样泡过的枸杞基本就算是废了，喝起来就没什么营养。我们如何制作一杯营养价值高的枸杞水？众所周知，枸杞是干燥的，经过风干处理之后本身就没有水分了。如果用冷水冲泡，水温太低，内部营养价值无法得到刺激，营养成分也无法有效扩散到水中。经过反复试验和比较，营养学家发现酿造枸杞最适合的温度为60度，这种水温冷热适中，能有效刺激而不破坏枸杞中的营养物质。此外，当几杯水反复冲泡时，不容易被浸泡和腐烂。所以正确泡枸杞水的方法，在泡发枸杞之前，先用冷水将枸杞简单的冲洗一下，冲洗的时间不宜过长，冲掉表面的浮灰就可以。枸杞一次性不要泡太多，一天的食用量建议不要超过20粒。在浸泡的时候，不要用刚烧开的开水，应该用60度左右的微水来浸泡。在选择的容器上也是有讲究的，首选陶瓷杯或者保温杯。另外，在浸泡的时候，可以加适量的黄芪、红枣、金银花、菊花等一起泡，这样喝起来更营养，口味也更好。有人会问，直接吃枸杞好不好？专家认为枸杞是可以直接吃的，不过在吃之前就要用清水清洗一下，以免干枸杞上有一些灰尘，吃进肚子里容易造成拉肚子的情况出现。其实用枸杞子泡水或煲汤时，其中的药效并不能完全发挥出来，由于受水温、浸泡时间等因素的影响，枸杞汁中只有部分药用成分能释放到水或汤中。直接用嘴嚼，对枸杞汁中营养成分的吸收会更加充分，更有利于发挥枸杞的保健效果。但咀服枸杞汁时要注意，在吃的数量上最好减半，否则容易滋补过度。枸杞营养价值高，那么枸杞泡水喝有哪些功效呢？1. 抗衰老，枸杞汁具有丰富的维生素 E、胡萝卜素，
糖、硒及黄酮类的抗氧化物质，具有较好的抗氧化作用，所以可以延缓衰老、延长寿命。2. 滋补肝肾。枸杞的性味甘平，中医认为它能够滋补肝肾、益精明目和养血，增强人们的免疫力。对于现代人来说，枸杞最实用的功效就是抗疲劳和降低血压。此外，枸杞能够保肝、降血糖、软化血管，降低血液中胆固醇、甘油三酯水平，对脂肪肝和糖尿病患者具有一定的疗效。据临床医学验证，枸杞还能治疗慢性肾衰竭。3. 养肝明目。枸杞多糖对实验性肝损伤有保护作用。4. 提高机体免疫力。枸杞汁具有提高机体免疫力的作用，有抗衰老、暖身体、抗肿瘤、滋补肝肾的功效。它还具有降低血压、保护肝脏、促进肝细胞再生的作用。5. 提高睡眠质量。枸杞一年四季均适合食用，经常饮用可以改善身体体质。对于睡眠质量不佳、难以入睡等睡眠问题，均有一定的缓解作用，有利于提高睡眠质量。枸杞的食用方法冬夏有所不同，夏季适宜泡茶饮用，冬季则可煲汤。泡茶最好的时间是下午，有利于睡眠。枸杞泡水有很多功效，但你知道吗？枸杞泡水喝也有很多禁忌。有人会把枸杞汁与绿茶放在一起泡茶喝，这是不科学的，因为绿茶中含有大量的鞣酸成分，能起到收敛吸附之作用，因此鞣酸就会把枸杞汁中的氨基酸、生物碱、甜羟碱等微量元素生成人体难以消化与吸收的物质，从而也会影响枸杞汁中的药用价值。2. 枸杞汁在清洗过程中，泡开水喝或煲汤时，时间都不能过长。过长浸泡煮汤时间会使药效中的微量元素流失掉。正确的做法是，在汤快煲好时放入枸杞汁，以保证其药效发挥。3. 孕妇不宜饮用过量，注意少量喝就好，如果不是立即停饮。4. 枸杞汁泡水喝一定要长期坚持，每天吃一点才能见效。枸杞汁含甜羟碱、氨基酸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B1、B2、钙、磷、铁等成分，对人体健康有益，但是要注意，要把握用量。过量使用枸杞汁会使人上火、流鼻血，甚至造成眼睛红肿、不舒服等。一般人均可用枸杞汁水。枸杞汁水尤其适合肝肾阴虚、高血压、高血脂、动脉硬化、慢性肝炎、脂肪肝患者使用。用眼过度者、老人更加适合，但是有些人是不能喝枸杞汁水的，如正在感冒发烧、身体有炎症、腹亏的人最好别吃。由于枸杞是热性的，如果说体内正有内火，或者自己正感冒发烧的时候，一定不要用枸杞汁泡水喝，不然会使你的内火更严重，发烧度数更高，产生相反的效果。患有高血压、性情太过急躁的人，或平日大量摄取肉类导致面泛红光的，最好不要饮用枸杞汁水。枸杞汁可滋补肝肾，但肝肾不虚，也就没有必要喝枸杞汁水哦。胃肠虚弱或者服用枸杞汁，生吃或泡水，都能起到引起消化不良、无食欲、胃闷、吐酸等现象，尤其是夏季更明显。枸杞很好，那怎么辨别呢？首先可以颜色上辨别，新鲜的枸杞汁因产地不同，而色泽有所不同。但颜色很柔和、有光泽、肉质饱满，而被染色的枸杞汁多是往年的成货。从感官上看，肉质较差、无光泽，外表却鲜亮诱人，所以买枸杞的时候一定不要贪色，特别是染色的枸杞，整个都是红色，连枸杞汁蒂坝处的小白点也是红色的，而正常枸杞尖端多为黄色或白色，用色素浸泡过的枸杞则呈红色，用硫磺熏烤过的则呈深褐色。
有用色素染过的枸杞特别怕水，建议大家在购买枸杞时，可以把几粒枸杞放进水中，或者用故意潮湿的手搓一搓，如果出现掉色，就说明用过色素。且这种形状上辨别，枸杞汁自古以宁夏枸杞为地产药材，药用价值最高。宁夏枸杞大多有小白点，这个外地枸杞是没有的。宁夏枸杞尖处有白点是可以达到 85%， 宁夏枸杞放入水中 90% 不下沉，无论泡茶煲汤都是漂浮在水面的。还可以从气味上辨别，对于被硫磺熏过的枸杞，只需要抓一把，用双手捂一阵之后再放到鼻子底下闻，如果可以闻到刺激的呛味，那么就可以肯定被硫磺熏过。最后从口味上辨别，宁夏枸杞是甘甜的，吃起来特别甜，但是吃完之后嗓子里会有一丝苦味，而内蒙古、新疆等地的枸杞甜，只有些腻。白矾泡过的枸杞咀嚼起来会有白矾的苦味，注意打过硫磺的枸杞味道呈现酸涩苦感，所以大家在购买枸杞的时候，应该选择颜色暗红或者紫红色，表面有不光泽的纹理，稍微带点光泽的枸杞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